我有一个能往返修仙界的玉佩，靠它，我把地球2块钱一个的打火机卖成了修仙界人人争抢的离火法宝，又把修仙界路边随手拔来的杂草带回地球卖出了几十万天价。从此，我成了2个世界之间唯一的导爷。别人穿越是9死1生，而我穿越却是2边倒货，双倍暴利。然而，在这之前，我还是个胃癌晚期的穷小子，唯一的房子还被亲戚惦记上了。一切都要从大伯母上门讨债那天说起。大伯母堵在门口，身后跟着堂哥叶海和一个满臂刺青的壮汉。叶凡，半年期限到了。叶海把借条拍在鞋柜上，冷笑道：“30万本金加半年利息，一共60万。60万！”我倒吸一口气，声音都有些发颤。当初我不是只借了30万吗？也是大伯母你亲口和我说不用我还利息。壮汉上前一步：“钱是他们从我这儿借的，利息多少我说了算。”大伯母一巴掌拍在门框上：“当初看你可怜借你钱，谁知道你一直治不好？要是你哪天蹬腿了，我找谁要钱去？”说完，他又突然换上了一副施舍的面孔：“你也别说做长辈的不念亲情，钱你要是还不出，把这协议签了，咱们的账一笔勾销。”说着，大伯母甩出一份早就准备好的房屋转让协议，直接怼到我脸上。不可能！我咬牙盯着他们。这房子你们休想拿走！叶海脸色一沉，伸手推了我一下，我一个踉跄向后倒去，后脑勺磕在茶几尖角上，眼前一黑。行了行了，正事儿要紧。大伯母看了看地上的我，拿着协议蹲在我面前。我强撑着开口：“等等，给我点时间，钱我能还。”大伯母一脸见了鬼的表情。你拿什么还？龙天笑了一声，似乎想到了什么，他居高临下的瞥着我，用脚尖踢了踢我的脸。小子，我做生意最讲规矩，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给你个机会，1周后我再来，还不上钱，房子和账我一起收。防盗门被重重摔上，我躺在地板上，意识越来越模糊。就当我以为自己就要这样死了的时候，胸前的玉佩开始变得滚烫，我一把握住了玉佩，刹那间天旋地转，我彻底失去了意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猛地睁开眼，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环顾四周，整个人僵在了原地，入眼之处是遮天蔽日的参天古树，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异样清新的气味。奇迹般的，我感觉胃里的绞痛平息了不少。我低头摊开手掌，那枚古玉佩静静地躺在手心，表面正流转着一层淡淡的流光。是他带我来到这儿的，我这是穿越。我还来不及细想自己来到了什么鬼地方，头顶上方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破空声，紧接着一声巨响，一道纤细的白色身影又从天上掉了下来，重重地摔在离我10几米外的灌木丛中。下一秒，天空中传来几道阴冷的声音：“追！他中了我的绝命毒，绝对跑不远。顺着血迹搜。”2、3道穿着黑衣、蒙着面罩的人影竟然从半空中直挺挺地落了。他们没有借助任何工具，就这么凭空飞行，落地，在四周快速扩散搜寻。我吓得赶紧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我惊出一身冷汗，将身体紧紧贴在腐叶堆里，连大气都不敢喘。飞天遁地，这里难道是修仙界？一旦被这群家伙发现，我绝对会被瞬间秒杀。我悄悄挪动了一下视线，透过灌木丛的缝隙，看清了刚才坠落的那个人。那是一个身着白衣的女子，哪怕此刻满脸泥污，也难掩她那绝美的容貌。但此刻，她双目紧闭，腹部有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隐隐散发着黑气。救还是不救？如果放任不管，那些黑衣人只要顺着血迹找过来，迟早会发现他。而距离他只有10几米的我，也绝对跑不掉，必定会被顺手灭口。救他，这是我唯一活命的机会。我咬了咬牙，趁着黑衣人往反方向搜索的间隙，我手脚并用，爬到女子身边，一把揽住女子的腰，将她拖入了10几米外一块巨石下方的隐蔽山洞里。退进山洞的瞬间，我抓起大把的枯枝败叶，将洞口死死封住。刚做完这一切，一道黑影降落在我们藏身的巨石上方，脚步声就在头顶响起。我屏住呼吸，死死捂住女子的嘴。上方传来黑衣人阴沉不甘的声音：“怎么回事？痕迹到这里就断了。去前面那片绝壁看看，他活不了多久，务必找到尸体确认。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几道破空声远去，我瘫坐在地上。我朝边上的女子看去，她的气息越来越弱了，血止不住，她必死无疑。我看着她越来越惨白的脸，大脑飞速旋转。如果她死了，等追兵返回，我也会被灭口。要是家里的那个医疗急救箱在就好了。自从确诊胃癌晚期后，为了应对突发的各种并发症，我在家里囤了大量的无菌纱布、高浓度碘伏和强效医用止血粉。既然玉佩能把我从地球带到这里，那它能不能把我带回去？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我一把将脖子上的玉佩拽下，回去，带我回老房子。玉佩瞬间爆发出刺目的光芒，熟悉的失重感再次袭来。下一秒，我猛地睁开眼，
四周是斑驳的墙壁、被踢坏的防盗门、碎裂的茶几。我真的回来了，这枚玉佩居然可以带着我双向穿越，我1秒钟都没有耽搁。异界山洞里，那个女人还在等我救命。我以平生最快的速度冲进房间，一把拉开医疗柜柜门，扯过一个黑色大塑料袋，把几种止血药一股脑全塞了进去。拎着沉甸甸的塑料袋，我深吸一口气，再次将玉佩紧紧攥在手心，脑海中锁定刚才那个黑暗潮湿的洞穴。去那个山洞。潮湿的泥土味再次扑面而来，周围是冰冷的岩石。白衣女子的脸色已经像白纸一样，脉搏几乎摸不到了。我没有任何犹豫，暴力撕开黑色塑料袋，我拧开半瓶矿泉水，快速地冲洗掉她伤口周围的泥沙。接着，我拧开一大瓶碘伏，直接倒在她的伤口上。高浓度的碘伏一接触到含有剧毒的伤口，立刻泛起大片白沫。女子痛得浑身一抖，忍着点儿，这是在救你的命。我迅速地帮她包扎好，眼看血止住了，我长舒了一口气，瘫坐在地上，用沾满血污的手背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就在我低头准备检查她是否还有体温的时候，她猛地颤抖了一下，睁开了眼睛。她白皙如玉的掌心猛地一翻，一团火焰瞬间腾起，直直地逼向我的咽喉。我一阵震惊，猛地后撤一步，举起了手。等等，是我救了你！我示意她看向伤口。他的目光下移，扫过我身边散落的带血的纸巾、塑料水瓶以及碘伏空盒，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腹部被绷带缠住的伤口，最后他的目光定格在我的脸上，他手一翻，把火焰熄灭掉，眼底的杀意也变成了震惊与疑惑。一介凡人，是你救了我？我咽了口唾沫，强行压下心头的恐惧。是我，指了指他腹部的白色的无菌纱布。你流血太多，我用了一些我家里那边的东西替你止住了血。白衣女子低下头，纤细的手指抚过医用胶带和纱布，她那双毫无波澜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不可思议。这种材质不含一丝灵力，居然能止住血。她喃喃自语，随后抬起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叫云雪，青云宗核心弟子。她的声音清冷，带着一丝虚弱。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手段，你的恩情我云雪记下了。你救我一命，我当报答。我叫叶凡。我点了点头，突然胃部传来一阵痛感，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见状，伸出一只白皙如玉的手，扣住了我的手腕。我只觉得一股冰凉刺骨的气息顺着手腕钻进我的经脉。片刻后，云雪的脸色骤变，柳眉紧紧蹙在了一起。你体内生机枯竭，五脏六腑皆被一种诡异的死气死死缠绕，正在吞噬你最后的生命力。你患了绝症。我苦笑一声，收回手。胃癌晚期，没几天活头了。听到这个陌生的词汇，云雪没有多问，她沉默片刻，从宽大的袖袍中摸出2样东西，递到我面前。那是一枚古朴的黑色戒指，以及一本不知名材质制成的玉色薄册。我是青云宗弟子，此次外出遭人暗算。云雪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罕见的歉意，身上并没有能让凡人起死回生的仙丹，但这枚储物戒是我早年所得，滴血即可认主，内有半间房子大小的空间，可容纳万物。储物戒。我瞪大了眼睛，呼吸瞬间急促起来。这本玉册名为玄元炼体诀。云雪将那本薄册放在戒指上。你体内死气盘踞，寻常药物无用，但若你能坚持修炼奇法，引灵气入体，或许能以天地灵气逐步净化你体内的病灶。居然是修仙功法！我颤抖着双手接过戒指和玉册。追兵未远，我若继续留在此处，迟早会引他们过来。反而会连累你。云雪撑着石壁站起身，她从怀中摸出一张黄色的符箓。我需秘地疗伤，逼出余毒。你虽是凡人，但既然有缘，若你能活下来，他日可持这枚戒指来青云宗寻我。告辞。说罢，他修长的手指猛地捏碎符箓，一道白光闪过，云雪瞬间消失在山洞之中，只留下一缕淡淡的幽香。我看着空荡荡的石壁，犹豫了片刻，咬破自己的食指，将一滴鲜血滴在那枚黑色的储物戒上，鲜血瞬间被戒指吸收。下一秒，我的脑海中嗡的一声，感知中竟然真的多出了一个大约10个平方大小的漆黑空间。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我狂喜地将地上的塑料袋、空水瓶等带有现代标志的垃圾一股脑收进戒指里，以免留下痕迹。随后，我将戒指套在手指上，死死攥紧胸前的古玉佩。回家。当我再次睁开眼，已经稳稳地站在了自家客厅那破碎的茶几旁。墙上的挂钟显示，距离我刚才被推倒砸破头，竟然只过去了不到20分钟。两界的时间流逝似乎并不完全一致。我顾不上后脑勺干涸的血迹，一把锁死那扇摇摇欲坠的防盗门，拉上窗帘，直接盘腿坐在了那张破旧的木床上。深吸一口气，我翻开了那本玄元炼体诀。
虽然预测上刻着的是复杂的古老篆文，但在我目光触及的瞬间，那些文字仿佛活了过来，自动转化为我能理解的意思。我闭上眼睛，按照功法上记载的呼吸节奏，开始尝试吐纳。现代都市灵气稀薄，甚至可以说近乎于无，但我没有放弃，进行了近乎上百次的尝试。就在我即将因为体力不支而放弃时，一丝微弱的凉丝丝的气流随着我的呼吸缓慢地钻进了我的鼻腔，顺着气管进入肺部。那一刻，我浑身的骨骼仿佛被无数只蚂蚁啃咬，一种酸麻胀痛的感觉瞬间席卷全身。我死死咬住牙关，引导着那一丝微弱的灵气向胃部病灶逼近。次日清晨，我猛地睁开眼，趴在床边呕出一大口黑色粘稠液体。吐出这口黑污后，我整个人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有用！现代医学治不好的绝症，修仙界的灵气能治。这个发现让我陷入了狂喜。接下来的整整6天，我彻底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除了喝水和吃一点白粥，我日夜不停地盘腿坐在床上，疯狂地运转轩辕炼体诀。第7天，我结束了最后一个周天的吐纳，从床上站了起来。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我的身体肉眼可见地变得更加结实。原本因为化疗而枯瘦如柴的身体，此刻竟然隐隐隆起了流线型的肌肉轮廓。我用力一握拳，一股强悍力量在体内澎湃涌动。癌症远未痊愈，但病灶的恶化已经被这股灵气遏制住了。只要我继续修炼，早晚有一天能将癌细胞彻底清理。就在我感受着重获新生的力量时，防盗门突然传来一阵砸门声。叶凡，开门！期限到了，还钱！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是吧？是叶海的声音。期限到了，他们来收钱了。我眼神骤然一冷，走到门后，一把拉开了那扇被砸得变形的防盗门。门外狭窄的楼道里挤满了人。堂哥叶海站在最前面，手里嚣张地甩着那份房屋过户协议，旁边是一脸刻薄的大伯母。而在他们身后是嘴里叼着烟卷的龙天，以及7、8个穿着黑背心、手里提着钢管和棒球棍的社会混混。这阵仗摆明了，今天我不签字，就要把我的骨头敲碎在这屋里。看到我开门，叶海愣了一下。显然，我此刻面色红润的模样，跟他想象中那个快要断气的晚期癌症患者完全不同。但他并没有放在眼里，狞笑一声，把协议直接往我脸上拍来。哟，留着一口气等着签字呢，签吧。今天要是不签，龙哥的兄弟们可不认识你是谁，直接把你从6楼扔下去！我微微偏头，避开那份协议，顺手按下了揣在口袋里的手机录音键。30万的借条，抢我价值80万的父母遗产，你们的心是真黑呀！我冷冷地看着叶海，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少喵的废话，欠债还钱！大伯母尖叫道：“你个绝户头，要这房子有什么用？今天不签也得签！”龙天吐掉嘴里的烟头，皮笑肉不笑地走上前，手里的钢管在掌心敲打着。小子，上次给你留了口气，是龙哥我仁慈。今天要是还不上钱，我的兄弟们脾气可不好。你们这是持械入室抢劫。我淡淡地说：“抢劫？老子今天就抢你了，怎么着？给我砸！先把他的2条腿打断，抓着他的手按手印儿！”龙天眼中凶光一闪，大手一挥，2个混混得到命令，怒骂一声，挥舞着手里的钢管，一左一右朝着我的脑袋狠狠砸了下来。大伯母吓得往后退了一步，叶海则是一脸兴奋，仿佛已经看到我头破血流、跪地求饶的惨状。然而，在他们眼中快如闪电的钢管，在此时的我看来，却慢得可怜。7天的淬炼赋予我的不仅是力量，更是超越常人的神经反应速度。我站在原地，躲都没躲。就在钢管即将砸中我的瞬间，我猛地抬起双手，不偏不倚，一把抓住了那2根钢管。钢管在我手中再也无法寸进半分。什么？那2个混混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了，他们使出吃奶的力气想要抽回钢管，却发现纹丝不动。我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手腕猛地一翻，尽力往后一放，2个混混瞬间失去平衡，向前栽倒。我抬起右腿，猛地一脚正中其中一个混混的胸口，150、60斤的混混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地撞在身后的楼道墙壁上，昏了过去。操！敢还手！叶海惊呆了，随即恼羞成怒，不知道从哪儿夺过一根棒球棍，绕到侧面朝着我的腰部狠狠砸来。找死！我眼底闪过一丝戾气，左手死死握住夺来的钢管，看都不看，反手就是一记势大力沉的横扫。棒球棍与钢管相撞，木质的棒球棍竟然被硬生生砸断成2截。在叶海不可置信的目光中，我反手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这一巴掌我用了1半的力气，叶海连惨叫都没法出，整个人在空中转了360度，半张脸瞬间高高肿起，软倒在地，哀嚎不止，全场死寂。大伯母的尖叫声卡在喉咙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龙天也傻眼了，这瞄的还是3天前那个一推就吐血的癌症晚期病秧子，这身手，这爆发力，简直就是个特种兵。都瞄的，愣着干什么？弄死他！
龙天回过神来，意识到今天碰上硬茬了，怒吼一声，亲自提着钢管冲了上来。剩下的5、6个混混也红了眼，一拥而上。楼道狭窄，根本施展不开，但这正合我意。我不仅没有后退，反而提着钢管主动迎了上去。没有花里胡哨的招式，全是炼体后纯粹的肉身力量。肉体碰撞的闷响和凄厉的惨叫声在6楼的楼道里此起彼伏。我手中的钢管化作火影，每一次挥出，必定有一个混混倒下。我的身体强度已经远超他，就算偶尔挨上一棍子，也只是留下一道红印，根本破不了头。不到30秒，当最后一记沉闷的撞击声落下，楼道里再也没有一个能站着的混混。7、8个大汉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捂着断臂断腿，发出杀猪般的哀嚎。我扔掉手中已经严重变形弯曲的钢管，钢管砸在水泥地上，吓得不远处的大伯母浑身一哆嗦，直接瘫坐在地。我一步步走向躲在角落里，满脸惊恐的龙天。你别过来！龙天此刻哪里还有半点黑老大的威风？兄弟，有话好说。道上的规矩。我一脚踹在他的膝盖上，龙天惨叫一声，不由自主的单膝跪在我面前。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按下录音键的停止按钮，然后播放了刚才那段对话。这30万借条，你想抢80万房子？少喵的废话！抢劫！老子今天就抢你了！先把他2条腿打断！清晰的录音在满是血腥味的楼道里回荡，犹如催命的音符。高利贷、非法拘禁，外加加窃入室抢劫未遂。我居高临下的俯视着龙天。龙天，你猜这段录音交到帽子手上，够你们这群人在里面蹲几年？龙天的脸色瞬间惨白，豆大的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流。他知道今天踢到真钢板了。兄弟，不，叶哥。龙天咽了口唾沫，强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今天是我龙天瞎了眼，30万我一分利息不要了，只要本金。咱们就当交个朋友。这录音，滚！我冷冷地吐出一个字。龙天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站起来，冲着地上的混混怒吼：“别瞄了，好了，都给我起来，走！”一群人互相搀扶着，像丧家之犬一样逃下了楼梯。我转头看向瘫在地上的大伯母和捂着脸哀嚎的叶海，带着你们的宝贝儿子滚出我家！我走过去，一脚将那份沾着血的房屋过户协议踩得粉碎。欠你们的30万我会还，但从今往后，谁再敢打这房子的主意，我就让他像这根钢管一样。我一脚将地上那根弯曲的钢管踢飞，砸在他们面前。大伯母吓得尖叫一声，连滚带爬的扶起叶海，连鞋都不要了，跌跌撞撞的逃命去了。世界清静了，我靠在门框上，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虽然刚才打得很爽，但我心里非常清楚，这只是暂时的胜利。龙天是江城地下势力的一条狗，他背后站着更庞大的地下势力。今天我让他栽了面子，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而叶海一家那贪婪的本性，一旦找到机会，依然会像水蛭一样扑上来吸血。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立足。我需要钱去还债，去建立自己的保护伞。我需要更强大的实力去应对未来的算计和报复。而这一切的答案都不在现代异世界。我摸了摸胸前的古玉佩，眼神变得无比锐利。那里不仅有能治愈我绝症的灵气，更有无尽的财富。一个凡人去修仙界，只要操作得当，降维打击绝对能带来不可思议的回报。说干就干，我翻出家里所有的积蓄，戴上鸭舌帽和口罩，直接打车去了江城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老板，给我拿10把高压放射电棍，要最高档位，能把人电休克那种。还有防狼喷雾，给我来1箱最辣的。那边那种带盖子的方打火机，对，就是这种叮一声就着的，给我来500个。那面梳妆用的小圆镜，玻璃的，高清的，拿200个。强光手电筒。我像个疯狂的进货商，在市场里大肆扫荡。这些在现代工业流水线下1、2块钱成本的东西，在修仙界都是稀罕物件。若是当成法器去卖，绝对会有市场。走到没人的巷子角，我将这堆积如山的小商品全部收进了云雪送给我的那枚储物戒中。夜幕降临，我回到老屋，换上一身结实耐磨的运动装，将电棍和防狼喷雾分别插在腰间的战术腰带上。随后，我深吸一口气，双手死死攥住胸前的古玉佩，意识在脑海中锁定上一次穿越离开的那片青云宗密林。这次我要赚他个盆满钵满！我在心里低吼一声，熟悉的失重感降临，现实的房间在眼前，修仙界的大门再次为我轰然洞开，熟悉的灵气扑面而来。我站稳身形，发现这次降落的位置离一座仙山不远，山下聚集着3、3两两的散修，正往山门方向赶。听说青云宗今年大开山门招弟子，这可是10年难遇的机会，可不是嘛？连那位最年轻的核心弟子云雪仙子今天也会露面。我心头一颤，云雪，青云宗是我救下的那个女人。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跟上了人流。青云宗山门巍峨，白玉阶梯直通云霄，每一块砖石都隐隐泛着灵光。外门广场上，一座3丈高的测灵碑矗立中央，石碑通体漆黑，上面刻满古老的符文。很快就轮到我了。
我深吸一口气，走上前去，将双掌按在背面。五行杂灵根，肺脉不合格，滚下去！青云宗外门广场，侧临碑前，管事眼神轻蔑，像赶苍蝇一样不耐烦地冲我挥了挥手。我收回按在冰冷石碑上的手，站在原地没动，微微皱眉。我不能入门。废话，青云宗可是名门大派，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收容所，连炼器门槛都摸不到的废物，赶紧滚！别碍着后面的人！管事厉声呵斥。周围排队测试的准弟子们发出一阵哄笑。我摸向后腰别着的电棍，正盘算着要不要应出。我看谁敢让他滚！一道清冷，仿佛能冻结空气的声音突然从9天之上飘落，全场笑声戛然而止。一道刺目的白光划破长空，云雪一袭白裙，脚踏3尺清风，犹如9天雪女般飘然降落在侧临碑前。她脸色依旧有些苍白，但那种居高临下的冰冷威压，压得在场所有人都喘不过气。管事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云雪师姐，您怎么来了？他是我的人。云雪连看都没看管事一眼，目光落在前方，让他入门，挑一间好屋子。是，师姐息怒，我这就办。管事连滚带爬地跑到桌前，双手颤抖着捧起一块黑色木牌，恭恭敬敬地递到我面前，脸上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这位师弟，这是您的令牌，外门15区丁字74号房，您收好。师姐不是从来不关注这些事儿吗？怎么今天居然亲自出面？这小子什么来头？云雪的眼神扫过去，议论声瞬间消失。云雪走到我身边，走吧，你不熟悉环境，我带你去住住。我点了点头，立刻跟上。周围人看我的眼神从刚才的鄙夷瞬间变成了极度的敬畏与嫉妒。半个时辰后，外门丁字区一间残破的石屋，我刚在冷硬的石床上盘腿坐下，准备运转功法，本就摇摇欲坠的石门被人从外面一脚粗暴地踹得4分5裂，碎石飞溅。一个满脸横肉、胳膊上长着黑毛的壮汉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他身后还跟着2个贼眉鼠眼的喽啰。新来的壮汉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冷笑一声，长得跟个病鬼似的。听好了，老子叫赵护，丁字区这一片归我管。外门的规矩，新来的每月上交10块下品灵石的保护费，交钱保你平安，不交。他把拳头捏得咔咔作响，炼气初期的凌厉威压毫不掩饰地释放出来，直逼我面门。我坐在床沿上，眼皮都没抬一下。没钱。赵虎脸色一沉，眼中闪过一丝戾气。敬酒不吃吃罚酒，一个靠女人吃软饭进来的叶凡，真以为云雪会管你这种蝼蚁的死活？老子今天就废了你！话音未落，赵虎大喝一声，带着凌厉罡风的拳头直奔我的面门砸来，速度极快。要在几天前，这一拳足够砸碎我的头骨，但我根本没打算躲。我左手微抬，格挡住他手腕的瞬间，右手以一种诡异的速度从后腰抽出一根黑色的圆柱体，直接对在了赵虎的侧腰处。高压防身电棍，最高档位，大拇指狠狠按下开关。刺目的蓝色电弧在昏暗的石屋里轰然爆闪，空气中瞬间弥漫起一股皮肉烧焦的焦臭味。赵虎爆发出杀猪般惨烈的嚎叫，他那炼气初期的护体，在现代几百万伏特的高压电流面前，连一张纸都不如，瞬间被击穿。180多斤的壮汉，浑身肌肉剧烈痉挛，翻着白眼，直挺挺地砸在地上，口中白沫狂吐，像条濒死的野狗一样疯狂抽搐。门外那2个原本准备看戏的喽啰，瞬间吓傻了。虎哥，你用了什么药法？我站起身，甩了甩手里的电棍，冷冷扫了他们一眼，把这坨垃圾抬走，以后别来脏我的地。2个喽啰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冲进来，架起还在抽搐的赵虎，连狠话都没敢放一句，逃命似的跑了。我关上残破的门，将一根削尖的木棍顶在门缝处。在修仙界，拳头才是硬道理。次日清晨，青云宗外门集市，这是外门弟子交易符箓、低阶丹药的场所。我找了个没人的角落，铺开一块麻布，将从现代带来的小商品摆了上去。走过路过，绝世法宝大甩卖啦！我扯开嗓子吆喝，几个穿着灰衣的外门弟子凑了过来，看着地摊上奇形怪状的东西，一脸狐疑。这是何物？毫无灵气波动，也敢称法宝？我拿出一个防风打火机，在手里转了一圈。诸位看好了，此乃方风离火符，无需消耗半点灵力，凡人亦可催动，瞬间生火，风吹不灭，业外历练必备。我按下开关，一簇幽蓝的火苗瞬间窜起，在山风中摇曳，却丝毫不灭。人群中发出一声惊呼：真能凭空生火，毫无灵力消耗，多少钱？我要了。2块下品灵石一个，先到先得。给我拿3个，我要5个。500个打火机不到1炷香的时间被抢购一空，地上多了一小堆亮晶晶的下品灵石。
我趁热打铁，打开身后的纸箱，拿出一面巴掌大的高清玻璃圆镜。第二件法宝，9天玄女同款琉璃镜，照影分毫必现，纤毫必察，比你们用的那些模糊铜清晰100倍，只售5块下品灵石。我把镜子递给前排一个女修，那女修接过一看，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天哪，这真的是我，连我眼角的细纹都看得清清楚楚，这琉璃镜如此通透纯净。女人的购买力在哪个世界都是很高的，200面镜子引发了外门女修的疯狂，有的人甚至为了抢最后几面镜子大打出手。安静！我压了压手，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笑意，从怀里掏出那部充满电、套着华丽外壳的智能手机。接下来才是镇摊之宝。我点亮屏幕，点开前置美颜相机，将美颜、磨皮、大眼特效拉到满格。此乃仙眼宝镜，不仅能照影，它更是一件能预测未来的玄妙法器。只要照一照，就能让你提前看到自己吞服极品驻颜丹、脱胎换骨后的绝世仙姿。仅此一件，起拍价50块下品灵石。胡吹大气，哪有这种法器？有人质疑，我随手拉过旁边一个满脸雀斑、相貌平平的女修。师妹，看屏幕。那女修凑过去看了一眼，整个人瞬间僵住了，双手死死捂住嘴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屏幕里是一个皮肤冷白如玉、眼眸流转生辉、没有一丝瑕疵的绝世美女。这是我大成后的模样，太美了！这宝镜我要了，我出100块灵石，我出200。她疯了似的在储物袋里掏钱，围观的女修们彻底陷入了癫狂。500，谁敢跟我抢？就在集市气氛达到沸点，我面前的灵石和丹药已经堆成一座小山石。都给老子闪开！一声爆喝炸响，人群被粗暴地推开。一个脸上带着一条狰狞刀疤的男修走了进来，他身上散发出的灵力波动远超昨天的赵普，是炼气中期。他贪婪地扫了一眼地上的灵石和那部仙眼宝镜，拔出腰间的屠刀，哐当一声砸在我的摊位上。小子，在我的地盘上赚了这么多，也不拜山头。刀疤脸狞笑，这摊子上的东西，还有你这些灵石，今天都归大爷我了。哼，滚吧，饶你一命！周围的弟子纷纷倒退，虽然气愤，但没人敢出声。刀疤脸是外门有名的恶霸，手里沾过不少人命。我没有退缩，右手缓缓摸向腰间的超大容量防狼喷雾。对付炼气中期，电棍可能近不了身，只能先用化学武器火影。你想死！刀疤脸眼中杀机一闪，长刀猛地扬起，带着凌厉的刀芒直接朝我肩膀劈下。没等我按下喷雾的开关，只听见一声清越刺耳的剑鸣，突兀的在集市上空炸响。一道湛蓝色的极寒剑气，犹如撕裂空间的闪电，从天而降，狠狠斩在刀疤脸的长刀上。金刚打造的长刀瞬间碎裂成无数铁屑。刀疤脸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连防御都来不及，整个人犹如被一辆重型卡车迎面撞上，直接倒飞出去10几米远。他在半空中狂喷出一大口鲜血，重重砸在一个石柱上，滑落下来，昏死过去。一时间全场死寂，半空中云雪脚踏飞溅，白衣飘飘，悬停在我头顶上方。那双绝美的眸子里不含一丝人类的感情，宛如看楼一般俯视着全场。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里变成了谁的地盘？在场所有外门弟子纷纷低头，连看都不敢看一眼。如若再有下次被我发现，可就不是这个下场了。有了这句霸气护短的话，我在外门再也无人干扰。我的货物已经卖空，人群也散去。他落在我身边，收起了一身戾气。我拿出一个小镜子递给他，示意他看。他仔细看着镜中的自己，这也是你家乡的东西，竟如此神奇。喜欢吗？这个送给你，当做谢礼。他眼神微动，没有多说什么，轻轻点了点头，把小镜子收了起来。下次出现这种事，随时来找我，是我保你进来，你的命我保了。多谢，你有需要的东西也可以来找我。云雪点了点头，御剑而去。我将地上那堆价值连城的灵石和几瓶高阶淬体丹全部扫进储物戒指，该办正事。回到石屋，我用最原始的办法，将上千块下品灵石全部用石头砸碎，浓郁到几乎化为液态的灵气瞬间充斥了整个石屋。我脱掉上衣，盘腿坐在石床中央，抓起一把淬体丹直接塞进嘴里。来吧！我闭上眼，全员炼体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疯狂速度在体内运转，狂暴的灵气混合着药力，犹如无数把钢刀在我的经脉、血肉、骨骼中疯狂穿梭。重塑，黑色的毒血和腥臭的杂质不断从我的毛孔中渗出。春去秋来，修仙界不知日夜，整整1个月的时间，我没有踏出石门半步。当最后一丝灵气被吸干，地上的灵石全部化为齑粉时，我猛地睁开了眼睛，双眸中隐隐有一道精芒闪过。我站起身，浑身上下的骨骼发出一阵阵爆鸣声，肌肉如钢，气血如龙。炼体第1层入门。更让我狂喜的是，那个折磨了我半年的恶性肿瘤，它带来的那种熟悉的钝痛彻底完完全全的消失了。
是时候回去确认一下了。回现代。刚回来，我立刻来到江城第一人民医院。坐在我对面的主治医师王主任，手里死死捏着我刚拍出来的全身加强 CT 和活检报告。他的双手在剧烈的颤抖，脸上的表情就像是看到了外星人。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不符合科学规律啊！王医生，结果怎么样？消失了！癌细胞彻底消失了，不仅胃部的原发病变干瘪萎缩化成了钙化点，连之前扩散到淋巴的癌细胞也一点都不剩。你的各项器官机能甚至比20岁的特种兵还要强悍。叶凡，你这段时间到底经历了什么？你去了哪家顶级研究机构？吃了什么未公开的特效药？这简直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心态好，按时作息，多喝热水。我站起身，随口扯了个最无懈可击的谎言，从目瞪口呆的王主任手里抽走诊断报告。我转身拉开门，大步走出了诊室，站在医院大楼外的阳光下，大街上车水马龙，喧嚣声入耳，我却觉得无比悦耳。我深吸了一口气，我活下来了。不仅活下来了，我还手握2戒穿梭的钥匙，拥有了远超地球凡人的力量底蕴。大伯，龙天那些跳梁小丑，从这一刻起再也不配成为我的阻碍。夜幕降临，我回到那间老破小，锁好门窗。异世界那边还有更大的财富和机缘等着我。钻井玉佩，回青云宗。白光闪过，我再次出现在外面的石屋中。刚一站稳，就发现不对劲。石屋的木桌旁坐着一道清冷如雪的倩影。你炼体入门了。云雪没有回头，但金丹期强大的神识立刻敏锐地察觉到了我身上发生翻天覆地的气血变化。1个月，凡人修成炼体1层，你是个艺术。托你的福，命保住了。这么晚来找我，有事？云雪站起身，目光灼灼地看着我，语气平静，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决断。青云宗100年一次的幽冥秘境，明日开启。他走到我面前，两人距离极近。规矩是，必须4人结阵方可入内。我甚至能闻到他身上那股幽冷的暗香。我要进去取一样东西，你随我同去。你要去幽冥秘境？我才炼体1层，连灵力都无法外放。足够了。有云雪在，秘境历练对我来说只有好处。你只需帮我凑够4人阵法名额，进去后跟紧我即可。好。次日清晨，青云宗后山幽冥秘境，我和云雪抵达时，阵法光目前已经等候着2名外门难修。云雪师姐，您来了。领头的是个长着鹰钩鼻的青年，眼神闪烁，满脸堆笑。师姐，这位是叶凡。云雪冷冷回了2个字。鹰钩鼻张英打量了我一眼。师姐，幽冥秘境凶险异常，您带个才炼体1层的累赘，真遇到2阶妖兽，只怕他连跑都跑不动。旁边那个尖嘴猴腮的李三跟着附和。是啊，师姐，带上他岂不是拖我们后腿？若是遇到了宝物，还要分他一份不成？我的决定，轮不到你们多嘴。进。云雪连睁眼都没闭，径直踏入阵法光幕，我紧随其后。张英眼中闪过一丝阴影，但没敢发作，带着李三跟了进来。踏入秘境的瞬间，四周的光线立刻暗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着灰蒙蒙的浓雾，脚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黑色泥沼，散发着刺鼻的空气。我们4人呈菱形推进，我刻意走在云雪侧后方。都当心，这沼泽下藏着2阶妖兽。云雪反手拔出长剑，剑尖吞吐着凌厉的寒芒。话音刚落，前方不到10米处的黑泥沼犹如被引爆的火山，轰然炸开，一股腥臭至极的罡风扑面。一头体长超过15米、浑身长满漆黑倒刺的巨型毒鳄冲天而起，张开布满獠牙的血盆大口，直接咬向最前方的张英。碰见巅峰毒鳄！张英吓得变了调，尖叫一声。
他根本没拔剑迎敌，而是一把拽住身旁的李三，用力向毒恶的方向狠狠一推。借着反作用力，他捏碎了一张神行符，头也不回地朝着反方向疯狂逃窜。张英，你这畜生不得好死！李三跌坐在泥水里，眼看毒恶扑来，吓得干过去，连滚带爬地朝沼泽边缘狂奔。不到3秒钟，两个所谓的同门队友卖队友求荣，跑得无影无踪。这群外门废物！云雪冷斥一声，没有退缩，迎面直上。湛蓝剑气与毒恶坚硬的头骨鳞甲轰然相撞，爆出大片火血。毒恶的力量极度恐怖，云雪闷哼一声，被震退数步。他原本就是旧伤初愈，在这毒瘴弥漫的环境下，强行动用剑诀，灵力运转出现了短暂的滞涩。就这半秒空当，毒恶那条粗壮如钢鞭的尾巴扫断了旁边的巨树，夹杂着狂暴的毒气，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直冲云雪的后背。他此时处于就力已去、心力未生的状态，根本躲不开。云雪！我大脑根本没有思考的时间，炼体大圆满的气血瞬间轰然爆发，双腿猛蹬泥沼，从侧面狠狠撞向云雪。闪开！我一把将他推飞出去几米远，毒恶背上锋利如刀的倒刺毫无阻碍地狠狠划破我的后背，一阵剧痛袭来，我的视线瞬间被血色模糊，我重重摔进泥潭，后背被硬生生撕开了3道深可见骨的血迹，大片鲜血狂飙而出，将周围的黑泥染得通红。云雪落在安全处，回头看着倒在血水里的我，那双总是冷若冰霜的双眸瞬间变得赤红。畜生，找死！他彻底被激怒了，不顾经脉受损的反噬，直接咬破舌尖，喷出一口本命精血。湛蓝色的剑芒瞬间暴涨10倍，将周围的浓雾全数撕裂。天霜剑诀，冰封万里！恐怖的极寒剑气从天而降，避开毒恶坚硬的鳞甲，狠狠刺入他张开的大口，直灌内子。极致的冰层瞬间在毒恶体内蔓延。他庞大的身躯僵在半空，发出一声绝望的闷吼，轰然倒塌，生机彻底断绝。2阶大妖瞬间没了气息，倒在地上。但这轻力一击也抽干了云雪最后一丝灵力。毒恶死前喷出的黑色毒瘴瞬间将他笼罩。云雪喷出一口泛黑的毒血，眼前一黑，软软的倒在沼泽地里，失去了意识。我趴在泥水里，背上的剧痛让我浑身不受控制的抽搐，连手指都动不了一下。浓雾中传来了极轻微的脚步声，张英去而复返。他提着剑，看着死去的毒恶和昏迷的云雪，脸上全是按捺不住的狂喜与叹。这真是惨烈啊！李三缩头缩脑地跟在他身后。师兄，这可是2阶妖丹，还有云雪师姐的内门除戒，都是我们的啦。哟，这累赘居然还没死透呢，命还挺硬。张英，你出卖同门，这叫识物。修仙界弱肉强食，怪只怪你太弱。杀了你，云雪这极品顶梁和宝物都是我的。等回了宗门，我就说你们被妖兽生吞了，死无对证。下辈子投个好胎。就在长剑即将刺下的瞬间，我猛地翻身，强忍撕裂之痛，左手一把捏住腰间最大的那罐防狼喷雾，直接对在他脸上。你去死吧！最高浓度的辣椒素和化学刺激物瞬间加压灌入他的眼睛和鼻腔。我的眼睛！张英凄厉惨叫，长剑脱手，什么毒物？双手疯狂地抠挖着自己的脸，在泥沼里疯狂打滚。趁他防备全失，护体灵气紊乱，我右手抽出早已调到最高档位的高压电棍，毫不犹豫地狠狠对向他毫无防备的丹田。夺目的蓝色电光伴随着几百万伏特的高压，瞬间击穿了他的皮肉，直接摧毁了他最脆弱的气海。张英浑身焦黑，如同烂泥般抽搐了2下，彻底成了一个废人，瘫死过去。张师兄！后方负责把风的李三见状，骇然失色。他怎么也没想到，我一个重伤垂死的凡人，竟能瞬间反杀练气期的张英。你敢毁张师兄气海，我要你死！他直接祭出飞剑，寒芒化作一道流光，直取我咽喉。我重伤失血，连站都站不稳，根本无力躲闪。千钧一发之际，我一把扯下云雪出剑时丢给我的妹妹玉符，猛地捏碎。内门真传弟子的护身玉，我看你这灵力送进的乌龟壳能撑几秒？
护照上已然布满裂纹。3秒足够了。我死死攥住胸前的古玉佩，意识疯狂锁定现代那间老破晓。回去！失重感瞬间降临，在李三的飞剑粉碎金光的最后一刹那，我的身体凭空消失在我重重地砸在老破晓客厅的木地板上，背后的3道伤口还在往外狂涌鲜血，瞬间染红了一大片地板。不能死在这儿！我强撑着最后一丝清明，将储物戒里剩下的下品灵石全部挡住，在周围胡乱摆出一个简单的聚灵阵。随后盘膝坐下，我大口吞咽着阵法散发出的灵气，疯狂运转轩辕炼体诀，狂暴的灵气修复着我撕裂的血肉。这一做就是整整3天3夜。等我再次睁开眼时，地上的灵石已经全部变成了白色的灰烬。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肩膀，后背没有半点疼痛，伸手一摸，那致命的伤口不仅完全愈合，连疤痕都没留下。更恐怖的是我现在的肉身力量。我走到那扇变形的防盗门前，随手握住不锈钢门把手，金刚打造的门把手被我单手硬生生捏成了一块铁饼。炼体大圆满，我现在的纯粹肉身力量，哪怕不用电棍，也能徒手撕裂炼气初期的修士。换了身干净的运动服，打开储物戒检查装备时，我发现角落里还有几株在秘境沼泽等死时为了不留痕迹随手拔的紫色杂草。在修仙界这是杂草，在灵气枯竭的地球这就是神药。半天后，江城最大的古药材交易中心，我戴着鸭舌帽，面无表情地走进百草堂的大门。欢迎光临，先生需要点什么？一个穿着灰色工装的年轻学徒迎上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的运动服和廉价球鞋上停了一下，嘴角不自觉地往下撇了撇。我找你们首席坐堂。学徒脸上的职业笑容瞬间收了回去，他抱着胳膊，我们孙老不随便见人，你是看病还是抓药？看病去挂号，抓药去那边柜台。我有药材要出手。学徒嗤笑一声，眼神像看骗子一样。药材，我们百草堂收的是正经药材，不是什么路边摊的假货。你要是想卖什么祖传灵芝、野生人参，出门左拐有个菜市场，那儿有人收。再说了，孙老那是什么身份？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见的。我眯了眯眼，没说话，从口袋里摸出那一株从秘境沼泽带回来的紫色杂草，随手往柜台上一搁，紫色的根须在灯光下泛着幽幽的光泽，一股清冽的药香瞬间弥漫开来。学徒低头扫了一眼，先是一愣，随后皱起眉头，伸手就要去抓。这什么玩意儿，紫不拉利的？该不会是染色的？一声厉喝从内堂传来，别动！学徒的手降在半空中，整个人像被点了穴。一个头发花白、穿着藏青色长衫的老人掀脸而出，脚步飞快。他戴着老花镜，面色红润，一双眼睛金光内敛，正是百草堂的首席坐堂孙老。孙老，这人拿了个不知道什么东西来。闭嘴！孙老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径直走到柜台前，弯下腰，凑近那株紫草。他的瞳孔猛地一缩，下一秒，他从口袋里掏出放大镜，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凑近，手指悬在半空，竟不敢触碰那株草的叶片，生怕破坏了什么。深山百年，不，这品相……孙老，这就是个破草。滚出去！瞎了你的狗眼！这是百年野生紫雪参，品相完整，药性内敛。老夫40年没见到这么好的货，你差点给我毁了根心！还愣着干什么？去给客人倒茶，用我柜子里那罐大红桃。学徒连滚带爬地跑，孙老转过身，脸上的怒容瞬间变成了一副和蔼可亲的笑脸，甚至带着几分恭敬。小友，对不住，手下人不懂事，让您见笑了。他微微欠身，双手递上一张名片。这株紫雪参，老朽看中了，您开个价。您看着给，30万，这是我能做主的最高价。要是拿去拍卖，价格能翻倍，但老朽实在是成交。孙老一愣，随即大喜过望，连忙让财务转账。他自己则亲自取出一块上好的绸缎，小心翼翼地将那株紫参包裹好，锁进药柜最里层。小友，以后有这种货，一定先考虑我们百草堂。
这是 VIP 贵宾卡，以后来直接找我，不用排队。我接过卡，点了点头，转身走出大门。兜里的黑卡是50万，孙老最后多打了20万，说是赔罪和交朋友。我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塑料袋，装着剩下的30万现金。有了钱，我直接打车直奔大伯家。这笔账今天该结清了。大伯家宽敞的高级防盗门被我一脚直接踹，门锁崩断，连带着半个门框都砸在地上。客厅里，大伯、大伯母还有半边脸还贴着纱布的躺着叶海，正坐在餐桌前吃饭。听到巨响，三人猛地回头。叶凡，你还敢来我家？我大步走进去，将手里那个装满30万现金的黑色塑料袋，犹如砸沙袋一样，狠狠砸在他们面前的餐桌上。来还钱！长达的100元大钞从塑料袋里散落出来，砸烂了桌上的菜盘子，汤汁四溅。30万，叔叔。30万，龙天那可是赚到了60万，你这就想打发我们？就是，你上次打我那巴掌怎么算？今天不拿100万出来，老子现在就抱帽子抓你入室抢劫！我抬手就是一记耳光，没等他反应，反手一巴掌抽在叶海林半边脸上，没有用任何灵力，纯粹的肉身力量爆发。叶海连惨叫都没发出来，整个人凌空飞起，在空中转了2圈，砸在电梯机上，60寸的液晶屏幕瞬间碎裂。杀人啦！你疯了！我要抱帽子！抱啊！我随手拿起桌上的一个苹果，五指微微发力，坚硬的苹果被我单手硬生生捏成了一滩果泥，汁水顺着指缝滴在昂贵的地毯上。大伯的抱帽子电话僵在半空，手机直接掉在了地上。我掏出手机，按下播放键。少喵的废话！老子今天就抢你了！先把他的2条腿打断！上次逼债的录音清清楚楚的在客厅里播了出来。这30万本金是我最后给你们的脸面，从现在起账清了，高利贷的利息你们自己去跟龙天平。这段录音我备份了10份，只要龙天或者你们再敢踏入我的生活半步，我保证你们全家整整齐齐的进去吃牢饭，听懂了吗？听懂了。我站起身，一脚踹开挡路的残破木门，头也不回步入住亲情的房子。地球上的鸡毛蒜皮已经解决了。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将钢锯递下。黑市托关系高价弄来的2把大口径自动手枪和分母发射弹，全部塞进储物间。护身玉佩已经碎了，在面对修士时，我需要更直接的物理火力。我摩挲着胸前的古玉佩，眼神变得无比阴沉。张英虽然废了，但李三还活着，云雪还重伤倒在毒沼泽里，生死未卜。我死死攥住玉佩，一时疯狂锁定秘境。去青云宗！白光闪烁，失重打消的。我稳稳地落在了青云宗外门的食物区，并没有直接传送到沼泽。看来玉佩的定位是以我离开前最安全的锚点为准。我推开门，刚走上青石板路，便听到2名路过的外门弟子在低声惊叹：“听说了没？张英师兄这次可是立了不世之功。”怎么说？他不是气海被废了吗？张英，这就是他英勇的地方啊！听说他在幽冥秘境遭遇了2阶巅峰的毒恶，为了救云雪师姐，他硬生生引爆了自己的气海，拼死挡住妖兽，这才让李三有机会把师姐背回宗门。舍己为人，难怪宗主大受感动，赏了无数灵丹妙药，还答应只要有办法，定帮他重塑气海。可惜了云雪师姐，2阶毒瘴攻心，大长老都摇头了，准备今晚就放弃治疗。一股暴虐的杀意瞬间直冲我的天灵盖，我一脚踹碎了脚边的半截石柱，一步跨出，右手犹如铁钳，一把锁住那名弟子的喉咙，将他整个人凭空拎了起来。放手！那弟子双脚乱蹬，满脸涨红。我问你，谁救的云雪？张英师兄，
李三儿作证的，全宗门都知道。云雪现在在哪儿？那边，主峰，水月阁，你放开我！我像扔垃圾一样将他狠狠砸在地上，没有半句废话，双腿瞬间爆发出炼体大圆满的恐怖力量，青石板地面被我踩出蛛网般的裂纹，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直奔内门主峰。水月阁前，寒气翩然。站住！内门重地，外门弟子不得入内。滚！我脚步不停，直接迎着剑锋撞了过去，双手闪电般探出，精准扣住两人的手腕，猛地向中间一撞，两人头骨相撞，连惨叫都没发出来，便软倒在地。我一脚踹碎水月阁沉重的木门，房间中央的寒玉床上，云雪死气沉沉地躺着，曾经绝美的面容此刻笼罩着一层死灰般的青紫色，乌黑的嘴唇微微颤抖，连胸口的起伏都几乎看不见了。几位白须长老围在床前，个个面色凝重，连连叹气。放肆！何人敢强闯水月阁？他还能撑多久？一个毫无灵力波动的凡夫俗子，也敢来此放肆！来人，扔出去！我问你，他还有多少时间？长老大怒，灵力瞬间爆发，想将我震飞。然而，狂暴的灵气撞在我身上，如同泥牛入河。他震惊地发现自己竟然挣脱不开我纯粹的肉身钳制。最多半个时辰，绝命毒罩已入心脉，神仙难救。解药是什么？沼泽腹地黑水潭中央的九幽净魂草，此草治阴治寒，可拔除毒障。我去拿。站住！年轻人，那九幽净魂草旁盘踞着一条2阶巅峰的黑泽巨蟒，就算是筑基期去了，也是十死无生。宗门不可能为了一个将死之人再去折损长老。位置在哪儿？一直往北，毒障最浓之处。你去只是多添一具白骨。帮我护住他半个时辰，草我带回来。话音未落，我已经冲出了水月阁。幽冥秘境，沼泽深处，越往北走，空气中的绿色毒雾越发浓，连周围的枯树都被腐蚀得发出滋滋声。越往北，毒气越浓。寻常修士的解毒丹，在这里撑不过3息。我躲在一块巨大的黑岩后，从储物界里掏出了一套现代军用级防毒面具，严丝合缝地扣在脸上，打开我的马。现代工业的高效滤芯，完美隔绝了修仙界的致命武器。我大口呼吸着过滤后的空气，拔出了一把军用匕首，另一只手摸向战术口袋。前方100米，黑水潭，潭水如同墨汁般翻滚，中央的一块孤石上，一株散发着幽幽蓝光的黑草正迎风摇曳，那是九幽净魂草。水面剧烈翻腾，一条水桶粗细、体长将近20米的漆黑巨蟒从潭底缓缓支起身子，猩红的蛇信吞吐，冰冷的树桶犹如探照灯，死死锁定了岩石后的我。2阶巅峰大妖，黑色的鳞片在暗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巨蟒没有丝毫示弱，庞大的身躯犹如弹簧爆发，它卷起漫天剧毒潭水，张开足以吞下汽车的血盆大口，带着令人窒息的恐怖兴奋，朝我当头咬下。速度太快，我不退反进，右脚猛地一蹬岩石，迎着巨蟒的血盆大口冲了上去。吃药了，畜生！我大拇指一挑，拔掉了手中高爆手雷的保险箱，右手如电般探出，将这颗现代军火精准无比的弹射进了巨蟒深渊般的喉魂之内。手雷脱手的瞬间，我双腿气血轰然爆发，整个人犹如贴地飞行的炮弹，向后方疯狂倒滑。30米，一声沉闷至极，连大地都在剧烈颤抖的闷雷声，在巨蟒的体内轰然炸响。物理爆破的恐怖杀伤力，在它毫无鳞甲保护的脆弱内脏中完完全全的释放出来。巨蟒冲锋的动作瞬间僵在半空，它的腹部猛地高高鼓起，黑色鳞片被从内部生生撑开，血肉撕裂，漫天的黑血混合着残破的内脏骨骼，犹如一场惨烈的腥风血雨，洒落整个黑水潭。2阶大妖甚至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从内部炸成了一滩烂肉，轰隆一声砸回了潭水。我扯下沾满恶臭血污的防毒面具，抹了一把脸，大步跨过巨蟒残缺的尸体，跳上孤石，一把将九幽净魂草连根拔起，塞进储物界，转身原路狂奔。水月阁，空气中弥漫着绝望的死寂。时间到了，盖白布吧，准备发丧。我带着满身冲天的血腥气和淤泥，一脚踹飞了刚修好的房门，大步流星地闯了进来。让开！我一把推开正准备盖白布的长老。你竟然没死！那草……我没有理会他，直接从戒指里掏出九幽净魂草，在掌心强行揉碎，拧开一瓶矿泉水。我捏住云雪紧闭的下颌，将混合着草药汁液的水直接灌了进去。荒唐！
你懂不懂药理？此等极寒灵草，必须由炼丹师服以火系药材中和药性才能服用。你这样直接生吞，会冻碎他的心脉的。闭嘴，看结果。我双眼死死盯着云雪，药汁入喉，不到10息，霸道的药力便起了作用。云雪脸上那层死灰色的毒障，犹如遇到烈阳的残雪，迅速消退。一股鲜活的生机红润重新攀上了她的脸颊。云雪突然剧烈咳嗽，猛地侧过身，哇地吐出一大口黑紫色的腥臭淤血。几名长老面面相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这阴毒竟然被逼出来了！云雪大口喘息着，缓缓睁开了眼睛。当视线逐渐聚焦，看清面前这张沾满血污的脸时，她那双总是冷若冰霜的眸子剧烈地颤抖起来。叶凡，你没死，你活着回来了。我命硬，死不了。你的毒解了。现在告诉我，张英那个人渣是怎么回事？听到这个名字，云雪原本虚弱的气息瞬间变得凌厉，眼底爆发出浓烈的杀机。那个畜生，我拼死斩杀毒恶后便失去意识，他不仅没有救人，还趁机偷走了我的本命飞剑。你帮我打退他后，他自知气海被废，回宗门也是死路一条，便联合李三编造了救我的谎言，企图骗取宗门的重塑气海之法。他竟敢说是他废了气海救了我。云雪，你此言当真？我愿以道心起誓，若有半句虚言，天雷劈之。不仅抢功，还要残杀同门。走，去执法堂，这笔账该结了。我们一行来到巍峨的执法大殿。听完云雪的陈述，坐在主位的青云宗宗主玄清真人雷霆震，他一掌重重拍在桌上，人中座椅瞬间爬满裂纹。好大的胆子！外门弟子竟敢谋害内门核心，欺上瞒下！执法堂何在？立刻去把张英和李三给我拿下！废去修为，打入思过崖！大殿外，一名浑身是血的守门弟子跌跌撞撞木剑扑通砸在地。禀告宗主，张英他疯了，趁着看守松懈，打伤了数名弟子，砸开了藏剑阁的外围法阵，抢了一艘灵舟逃了。什么？他往哪个方向逃了？他往西边血魔宗的势力范围逃去了。听说血魔宗有一门血海生鹰的邪术，可以重塑被毁的丹田和气海。血魔宗，此子竟然勾结魔教！张英跑了，但我站在一旁，表情没有丝毫波澜。跑了又怎样？只要他敢再漏洞，下一次迎接他的就不是电棍，我会让他尝尝大口径子弹的物理超度。玄清真人平复了一下怒火，目光深邃而极具压迫感地落在了我身上。你叫叶凡，一个毫无灵力波动的凡人。是。你能从二阶毒恶手中活下来，今日又能独自深入毒障，从二阶巅峰的巨蟒口中夺得神草，本座很好奇你是怎么做到的。我用我自己的手段宰了那条蛇，过程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大殿内的长老们倒吸一口凉气，一个凡人宰了筑基期大妖。玄清真人深深看了我一眼，眼中闪过一丝赞赏。每个人都有秘密，你救了我宗门天骄，此乃天大的功劳，青云宗赏罚分明。叶凡听风，从今日起，在免去你外门弟子身份，本座破例赐你内门客卿之位，位同执事，不受宗门规矩约束。青云宗外围资源宝库为你开放，想要什么自己去取。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多谢宗主。青云宗后山资源宝库，瞎眼长老看到我亮出的紫金令牌，诚惶诚恐地打开了视野，浓郁的灵气白雾扑面而来。这边是林草区，这边是矿石区。不用介绍了。百年紫雪参，拿走。千年洗髓花，拿走。我如同一头饿狼，疯狂扫荡，凡是在地球上绝迹的好东西，全被我毫不客气地扫入储物间。
最后我停在一个白玉池子前。灵液原浆，是客卿大人，只需一滴，便可让凡人延寿10载。我直接掏出10几个大玉瓶，舀走了2百块，直到把半间屋子大小的储物戒塞得连一根针都插不进去。有了这些东西，带回地球稍加包装，就是核武级的商业筹码。宝库外，天色已暗，云雪站在白玉阶梯上等我。她换上了一身月白色的长裙，恢复了那高高在上的天骄气质，但看向我时，眼神中却多了一份无法掩饰的柔和。你要回你的世界了。那边还有几只臭虫没有捏死，等我打扫干净，再来看你。张英投靠了血魔宗，此人心机极深，这是我的本命剑符，若遇死劫，捏碎它，无论相隔多远，我都会感应到。谢了，欠我的恩情，等我回来慢慢算。我将剑符揣进怀里，冲他挥了挥手，走到无人的死角，左手死死攥紧古玉佩。回江城，耀眼白光中，双脚落地的瞬间，夹杂着下水道气息的空气扑鼻而来。我稳稳站在了老屋客厅，窗外霓虹灯刚亮起。地球的时间仅仅过去了几个小时，我没有急着出门，而是找来10个矿泉水瓶，将一滴灵液原浆滴入大盆纯净水中，进行了数万倍的稀释。水变成了微绿色，散发着让人毛孔舒张的异香。刚做完这一切，就接到了百草堂首席老中医孙老的电话。叶凡，你的药还有吗？江城首富沈万山现今病危入院，需要神药救命。我手里还有些续命药液，孙老，你把位置发我吧。挂断电话，我直接来到了江城医院 VIP 重症特护病房。我推开门时，刺鼻的消毒水味混合着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各种精密仪器的屏幕上，代表生命体征的波浪线已经近乎变成了一条直线。病床上躺着一个形如枯降的老人，身上插满了管子。江城首富沈万山。病床旁，一个穿着黑色职业装、容貌绝美但满脸憔悴的女人，正捂着脸无声的哭泣。她是沈万山的独女沈婉。带我进来的百草堂首席医师孙朗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叶小哥，这就是深度。多器官衰竭，真的只剩最后一口气了。你那药10分钟见效。我没有半句废话，大步走到病床前，一把扯掉了沈万山脸上的氧气面罩。你干什么？保安，谁把他放进来的？我侧身避开他，左手如铁钳般按住沈万山的下巴，迫使他张开嘴，右手直接将那瓶稀释过的药液灌了进去。混蛋！你给我爸喝了什么？几名黑衣保镖立刻冲进病房，伸手就要拔枪。让他咽下去。我冷冷地扫了保镖一眼，眼神中在修仙界尸山血海里淬炼出的杀气，竟然震得几名退役特种兵保镖硬生生僵在了原地，不敢寸进。心电监护仪突然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完了，心率直线下降，你要杀了我爸！沈婉眼底充满绝望，抄起旁边的医用托盘就要砸了。别急，看仪器。下一秒，警报声戛然而止。原本近乎直线的心率波浪线，突然像触底反弹的弹簧，强劲规律地跳动起来。80、90，血压恢复正常，血氧饱和度98%，这怎么可能？器官衰竭在逆转。病床上，奇迹发生了。沈万山原本青灰色的脸庞迅速褪去死气，一股不可思议的红润攀上面颊。他猛地吸了一大口空气，紧接着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憋死我了！沈万山竟然自己拔掉了手背上的输液管，一把掀开被子，直挺挺地坐了起来。全场死寂，保镖们像看上帝一样看着我。孙老已经跪在地上，喃喃自语医学奇迹。血奇迹。沈婉扑通一声跪在床前，泣不成声。爸，您感觉怎么样？沈万山声如洪钟，哪里还有半点濒死之人的样子？我感觉我能下地跑2圈，哈哈哈哈哈哈！他看向孙老，又看了看站在一旁面色平静的我，瞬间明白了什么。这位在江城商界呼风唤雨的枭雄，毫不犹豫地走到我面前，深深鞠了一躬。救命之恩，如同再造。叶先生，以后在江城，只要您一句话，我沈万山赴汤蹈火。这里是1个亿的启动资金，密码6个0，请先生务必收下。我没有客气，2指夹过黑卡，顺手揣进口袋。
沈董，这只是个开始，这种神药我手里还有。我想在江城成立一家公司，进军高端养生市场。我出技术，你出渠道，3-7分成，我7你3。没问题，能跟叶先生合作。沈万山激动的满脸红光，是我沈家的荣幸。半个月后，九州贸易集团横空出世，犹如一枚核弹，直接引爆了江城的上流社会。经过极度稀释的灵液，被包装成天价的九州回春口服液，专攻江城最顶级的富豪圈。一瓶卖出天价，仍然一药难求。我不再是那个在底层挣扎送外卖的癌症患者，如今的我，住在江城最奢华的半山别墅，手握亿万资产。身披沈家这张最坚硬的白道保护伞，但这块巨大的肥肉终究还是引来了豺狼。这天下午，我正坐在办公室里闭目吐纳，办公室的红木双开门被暴力踹，沈婉满脸鲜血，衣服被撕破大半，跌跌撞撞地扑倒在我的办公桌前。叶先生，出事了！城南的黑道魁首马爷，他带着几百号人砸了我们3个分销门店，还把我负责运输药脸的弟弟沈杰绑架了。我猛地睁开眼，炼体大圆满的气血在体内轰然爆发，硬木办公桌的边缘被我下意识捏出了5个指洞。他想要什么？他说我们的利润太高，坏了江城的规矩。他让您今晚12点带着神药的核心配方去西郊废弃钢铁厂换人，否则就剁了沈杰的双手双脚。报帽子了吗？我站起身，穿上黑色风衣。没用，马爷在江城地下盘根错节，关系极深，帽子去也抓不到他人，反而会立刻撕票。很好，那就按不报帽子的规矩办。叶先生，您不能一个人去，那是龙潭虎穴啊！放手！告诉沈万山，让他准备好接手马爷名下的所有合法产业。今晚过后，江城再无马爷。深夜11点，西郊废弃钢铁厂，阴冷的夜风穿过生锈的铁皮厂房，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呼啸。偌大的厂区空地上，足300多号光着膀子、手持砍刀、钢管和自制土枪的黑社会混混，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2楼的铁栏杆看台上，一个穿着花衬衫、满脸横肉的光头胖子正坐在沙发上抽着雪茄，正是马爷。他的脚下踩着被打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的沈杰，而之前去我家催债的那个高利贷龙天，正像条狗一样站在马爷身后。马爷，那姓叶的病秧子真敢一个人来吗？放屁！他现在是个大老板，命娇贵的很，敢不来，我立马剁了这小子的手，让他生意做不下去。工厂生锈的铁皮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飞，2扇重达几百斤的铁门轰然砸在地上，激起满地灰尘。我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踩着铁门一步步走了进来。300多个混混的目光瞬间集中在我身上，刀光在月色下闪烁着森寒的光。哟，还真有种一个人来。叶老板，废话少说，配方带来了吗？我抬起头，眼神冰冷如看死人。带来了，放人吧。放人？你是不是在商场上混傻了？老子今天不仅要配方，还要你的命！这江城只能有一个老大，给我砍死他！300多个手持砍刀和铁棍的暴徒，犹如决堤的洪水，怒吼着朝我涌来。我站在原地，根本没有看见。对付这群毫无灵力的凡人，动用热武器，简直是对我炼体大圆满肉身的侮辱。我猛地抬起头，既然你们找死，双腿肌肉如金刚般隆起，猛地一踏地面，坚硬的水泥地面被我硬生生踩出一个直径半米的坑洞。我整个人犹如一辆全速行驶的重型装甲车，毫无发哨的直接撞入。一把锋利的开山刀狠狠砍在我的左肩上，没有皮肉翻卷，没有鲜血飞溅，反而是那金刚打造的刀刃，在砍中我肌肉的瞬间，直接被震得卷人崩口。什么？难道老子砍到了一块实心钢板？太弱了！我反手一巴掌抽在他的侧脸上，他的颈椎发出一声脆响，整个人在空中转了3圈，砸飞了身后的一大片人。我冲入人群，完全放弃了防守，钢管砸在我的头上直接弯折，匕首连我衣服里的表皮都刺不破。玄元炼体诀大圆满，
反骨已退。我的肉身强度在地球就是妥妥的超人，我每一拳挥出，必定伴随着沉闷的骨折声和凄厉的惨叫声。我没有用任何招式，只是最纯粹、最原始的暴力。我单手抓起一个200斤的胖子，像抡大风车一样将他砸进人群，瞬间清空了一大片区域。2楼看台上，马爷的笑声像被掐住脖子的鸭子一样戛然而止，雪茄掉在了他的裤裆上，烫出一个洞。他浑然不觉，满脸惊恐地看着下方单方面屠杀的修罗场。这喵的是人吗？开枪！快开枪！打死这个怪物！人群中，几个拿着无数铁砂夹杂着火光朝我倾向。我猛地抓起身前的一块半吨重的废弃机床铁针，单臂将其硬生生抡起，挡在身前。铁砂打在铁针上，火星四溅。还给你们！我低吼着，将那半吨重的铁针犹如炮弹般狠狠砸向那些人。几名枪手连同他们身后的墙壁被铁针直接砸成了一堆肉苗，恐惧如同瘟疫般在黑帮中蔓延。看着地上躺着的100多号断手断脚、哀嚎不支的兄弟，剩下的100多人彻底崩溃了。他们丢掉手里的武器，哭喊着连滚带爬的往厂房外逃命。怪物，他是怪物！跑啊！不到3分钟，300多人的飞射炮全线破坏。我站在满地哀嚎的废墟中，拍了拍风衣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抬起头看向2楼看台。马爷已经吓得瘫软在地，裤裆下渗出一滩黄色的液体，散发着骚臭味。龙天更是双腿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疯狂磕头。叶哥，叶，我错了，你饶了我吧！我走到承重柱旁，双腿发力，没有任何助跑，直接拔地而起，跃上了3米高的2楼看台。马爷鼻涕一把泪一把，疯狂向后倒退。不要杀我！叶老板，钱我不要了，生意我也不抢了。我手底下10几个茬子全归你。我刚才说过。我走到他面前，一把揪住他花衬衫的衣领，将他300斤的身体凭空单手提了起来，悬在半空。放人！我放！龙瞎子，你瞄的眼瞎吧？还不快放了沈少爷！可惜太晚了，你的黑产铁证在10分钟前，我已经让沈参千交给了市局的扫黑办。顺便说一句，你的骨头比这面墙脆多了。我左手提着他，右手握拳，猛地一拳轰在他身旁那面半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承重墙上。整面墙壁如同纸糊般被我一拳彻底打穿，恐怖的破坏力甚至让整个看台都剧烈摇晃起来。漫天的碎石灰尘将马爷的胆囊彻底吓破。马爷翻着白眼，直接吓昏了过去。我像扔死猪一样将他扔在地上，掏出手机打给沈万山：“过来洗地。今晚过后，我不希望在江城还能看到马字头的招牌。”明白，叶先生，白道已经出发，保证拔出萝卜带出泥，将他们连根拔起。电话那头，沈万山的声音透着压抑不住的狂热。10分钟后，凄厉的警笛声包围了整个西郊。我没有理会外面刺目的红蓝灯，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踏着月色走出了废弃工厂。第2天清晨，阳光明媚。江城新闻头条：盘踞城南10年的黑恶势力团伙被一夜捣毁，首犯马某及其党羽200余人全部落网。我坐在半山别墅的露台上，手里端着一杯红酒，俯视着脚下这座重新洗牌的城市。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我看了一眼，是个陌生的座机号码。我按下接听键，里面传来了堂哥叶海凄厉绝望的哭嚎声。有事？帽子找到我们了，说我们涉嫌高利贷、暴力修收和非法群进。马爷和龙天把所有的脏水都推给我们了。凡子，大伯给你跪下了。你现在是大老板了，你给上面打个招呼，撤销对我们的指控好不好？我们可是血肉于血的亲人啊！电话那头还隐隐传来大伯母扇自己耳光的声音和痛哭声。
亲人。大伯，当初你带人踹开我家防盗门，要把我扔到大街上喂野狗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血浓于水？凡子，我们那是鬼迷心窍啊！这段时间，在号子里好好踩缝纫机。我备份在警局的那段你们叫嚣打断他的腿的录音，够你们一家3口在里面团聚个10年8年的。祝你们在里面过得愉快。你这个畜生，你不得好死！我按下了挂断键，顺手将号码拉黑。前尘因果彻底打断，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波澜。对付想要我命的人，宽容就是最大的愚蠢。江城的世俗危机已经解除，财富源源不断。我准备今晚就回青云宗。我早就命人帮我准备了一些武器。然而，就在我端起酒杯准备喝下最后一口红酒时，一阵细微带着致命杀机的破空声突然从我脑后袭来。那不是子弹的速度，那是超越了音速的气流割裂声。由于炼体大圆满赋予我的变态直觉，我的脑袋本能的向左猛偏了1寸。啪！我手中高脚杯上的玻璃被一道无形的气劲直接震成了粉末，红酒洒了我一身。而在我身后的坚硬大理石柱上，赫然多出了一个2寸深、光滑平整的指洞，内径外放，摘叶飞花。这是地球上的鼓舞者。我猛地转过身，别墅露台的边缘不知何时站着一个穿着灰色唐装、骨瘦如柴的老者。他双手背在身后，眼神犹如毒蛇般阴冷地盯着我。我周围布下的最先进的红外线警报系统，对他竟然形同虚设。反应不错，肉身练得像块铁。老朽代表燕京古武林家而来。古武家族？哼，别白费力气。你们世俗界的火气，在老夫的护体内劲面前，不过是废铜烂铁。随着距离我3米远的一张实木茶几，直接被一股无形的气流凌空劈成了2半，木屑横飞。我的瞳孔猛地一缩。我现在的肉身虽然能硬扛刀劈斧剁，但面对这种能够穿透皮肉、直接震碎内脏的古武内劲，绝对扛不住。地球上竟然隐藏着这种级别的怪物。年轻人，交出那神水的核心配方，以及你背后提供灵气资源的人，老朽可保你林家外门执事之位，一世荣华。若是不交，不交如何？不交，那便去死吧！老者眼中凶光毕露，根本不给我周旋的余地。他脚下一错，整个人化作了枯瘦的手爪，带着尖锐的气响声，直扣我的咽喉，速度快得不可思议。我瞬间明白，肉身力量根本无法与这种顶尖的古武宗师抗衡。千钧一发之际，我毫不犹豫地从储物戒里掏出一张在青云宗外门买来的低阶隐匿符，一把捏碎。老者的一爪抓空，直接将我身后落地窗的防弹玻璃轰成了漫天碎片。而我的身体在符箓的加持下，瞬间变得透明，气息全无。我借着玻璃碎裂的阳光，直接从2楼露台一跃而下，翻滚入后院的密林中。隐身障眼法，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夫给你3天时间，3天后我要在你的办公桌上看到配方。否则这别墅里的人杀无赦。老者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随后几个起落，消失在别墅区。我躲在密林深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太可怕了，这老头的实力绝对堪比修仙界炼气巅峰甚至半步筑基的修士。我的九州集团动了太多人的蛋糕，神药更是引来了暗处的势力的垂涎。所谓的古武家族已经找上门，随时会屠杀我的手下。而在修仙界，张英投靠了血魔宗，随时可能带着魔教邪修反扑青云宗找我算账。光靠炼体的肉身和2把手枪，根本无法抗衡古武宗师和真正的修仙者。我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想抢我的东西，想杀我。我拨通了海外最大军火黑市的中间人电话。哦，我亲爱的叶老板，九州集团的财神爷，有什么能为您效劳？你手里有多少存货？我要大杀器。大口径步枪，狙击，还是您想要几颗手雷？不够，火药给我按吨算。
火箭炮，我要10具。导弹发射器，有的话给我弄2套。最重要的是，我要2挺射速最快的多管重武器枪，外加10万发燃烧弹。电话那头倒吸了一口凉气，足足沉默了半分钟。叶先生，您是要去打一场局部战争吗？这可是战略级。我出3倍的市场价，5000万美金，明晚之前货必须送到公海接头点。少1发子弹，我送你去见上帝。成交！挂断电话，我死死攥住胸前的古玉佩。既然你们自诩高高在上，将我视为蝼蚁，既然修仙界的法术和地球的古武内劲无法战胜，那我就去买来这颗星球上最硬核、最残暴的物理之力。等我跨界归来之时，不管是血魔宗的邪修，还是古林家的老祖，我都会用钢铁的洪流给你们好好上一课。什么叫真正的众生平等？几天后公海，我站在码头，看着沉重的集装箱缓缓拉开。俄罗斯军火商伊万擦了擦冷汗。叶先生，您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您这是要去打世界大战？我没废话，右手一挥，几十吨军火凭空消失，全部扫入储物间，去打扫几只臭虫。不顾伊万见鬼般的表情，我转身走进船舱死角，死死攥住胸前的古玉佩。修仙界，血魔宗、血炼谷、阴风怒号。我与云雪隐匿在100丈高的崖壁上方，下方是密密麻麻的血魔宗邪修营地。我身形如鬼魅，在崖壁承重点与阵眼处迅速填满。这是何种阵盘，竟毫无灵气biến动？物理超度阵。我退回崖顶，大拇指狠狠按下遥控器棒，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撕裂下，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地动山摇间，大半个血魔宗据点被1000万吨碎石瞬间掩埋，几百名低阶邪修在睡梦中化为飞灰。浓烟中，一道浑身是血的身影连滚带爬地逃出废墟，右臂已被7根炸断，正是张英。谁？是谁毁我血魔宗根基？你爷爷。我踏在崖边，肩上扛着一具火箭筒，居高临下地俯视他。叶凡，你个凡人怎么可能？废话真多。我扣下扳机，火箭弹拖着尾焰呼啸而出。张英仓皇撑起的凌厉护盾在破甲弹面前薄如废纸，一团巨大的火光炸开，只留下一个深坑。峡谷深处，一声狂怒的咆哮炸响。父子敢呀！一名筑基期邪修长老率领200多名躲过爆炸的血魔宗精锐，踩着血色飞剑冲天而起，杀意滔天。将这凡人碎尸万段！云雪，退后！我一脚踹开身体，从储物戒中拿出一挺6管重武器枪。我咬住一根雪茄，死死扣住扳机。去你大爷的修仙！6根枪管疯狂咆哮，喷吐出1米长的湛蓝火石，每秒100多发穿甲燃烧弹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金属丝，漫天飞剑瞬间被金属风暴撕成铁屑。这是什么妖法？我的护体钢铁掌握！冲在最前面的50名邪修连惨叫都未发出，护盾碎裂，瞬间被打成了倒霉地。我只花了30秒，200精锐化作满地碎肉，护体凌厉，如同纸扑。那名筑基期长老害得肝胆俱裂，转身欲剑。想走？我随手扔掉发烫的机枪，抽出一具毒刺导弹发射器，火射追天而去。高空中爆开一团刺目的血色烟花，长老陨落。青云宗，我叶凡罩的，谁再敢犯，这就是下场。崖边，云雪收起长剑，她看着我，向来清冷的眼眸中，此刻只剩下深深的震撼与依赖。她走上前，递给我一枚温润的玉符。不管你去哪儿，带上我。
走，去我的世界看看。地球江城半山别墅，双脚刚落地，别墅落地的防弹玻璃瞬间爆碎，几十名身穿灰色唐装的古武高手如潮水般涌入客厅。人群散开，之前那个劈碎茶几的枯瘦老者冷笑着走出，他身侧还跟着一位气息恐怖、鹤发童颜的林家老祖。姓叶的，交出配方，留你全尸。找死！我没有废话，直接拔出腰间的武器，连口扳机。哼，雕虫小技！林家老祖冷哼一声，枯手一挥，半步修仙的恐怖气劲轰然爆发，那足以打穿钢板的子弹，竟被他硬生生震得改变了弹道，射入墙壁。哈哈哈哈哈哈！世俗火器，伤不了老夫分毫。五指成爪，带着凌厉的破空声直取我们。老夫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力量！云雪赤足踏前一步，挡在我身前，他美眸微抬，玉指并拢，凌空一点。放肆！天霜剑气！真正的修仙法力降维打击，极寒之气轰然爆发，别墅温度瞬间降至绝对冰点。林家老祖引以为傲的护体内劲，在这股纯正的修仙剑气面前，摧枯拉朽般溃死。哦，这不可能！你是谁？老祖满脸惊恐，他的双手双腿瞬间凝结成真冰，整个人被活生生冻成了一座无法动弹的冰雕。杀你的！我上前一步，枪口抵住冰雕的眉心，林家老祖的脑袋如冰雕般碎裂，剩下的古武高手肝胆俱裂，武器丢了一地，扑通通跪满整个客厅。林家，愿奉叶县为主，求先生饶命！沈董，派人洗地。江城案件以后只有一个规矩，我的规矩。半月后，九州财阀横跨两界，异界灵草化作神药，救治现代万民。地球重工反哺修仙界基建，江城商界与暗界彻底臣服。看守所大门外，大伯母跪在地上。凡子，叶海在里面会被人打死的。大伯母给你磕头了，求你签个谅解书吧。叶海在口凡子。开车。引擎轰鸣，将那令人作呕的亲情彻底抛在脑后。夜幕降临，江城之巅的露天阳台，云雪换上了一身现代的白色长裙，光脚踩在地毯上，她靠在栏杆上，望着脚下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你的世界没有护城大阵，却比青云宗的星空更绚烂。我走过去，从背后轻轻将她揽入怀中，左手摩挲着胸前那枚微微发烫的古玉佩。夜风拂过，我仰望苍穹，轻声呢喃：“爸妈，你儿子活过来了，活得很好。”